Somebody once told me the world is gonna. 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主持人 Chris Rock 对 Jada Pinkett Smith 开了个玩笑 Jada, I love you. G.I. Jane 2, can't wait to see it. 暗指她的光头就像《魔鬼女大兵》里从军的女主角一样，让老公 Will Smith 上台赏她一巴掌，成为电视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事件发生后，引发网络上就责两方的论战，一派认为 Will Smith 动手打人就是不对，另一派认为是 Chris Rock 先发动言语暴力，嘲笑生病而剃发的 Jada。事后 Will Smith 发文公开道歉，让争执告一段落。但没被探讨的是整个事件的起点，为什么女人光头会被认为是一个笑话？等等，我们不是早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里看过一样的段子了吗？你怎么弄得跟个外星人一样？我不会剪头发，剃光了比较快一点。你来这干什么？我想帮你们比赛啊。你怎么帮啊？你快点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险的。在周星驰跟 Chris Rock 的例子里，我们看到了女性光头要么是被当成外星人，不然就是女大兵。如果今天是 Will Smith 重病而剃光头，大概就不会被写成笑话。光头男在好莱坞一直都是被打造成阳刚帅气的形象，因此我们要问的是，为何男人光头是打造阳刚神话，女人光头却是个笑话？让我们从一个相反的案例开始。在19世纪末，中国清朝第一批留洋的学生就曾因为长头发而被美国人笑是猪尾巴。如果19世纪有脱口秀的话，汉人的长发就会变成一个段子。事实上，在1930年，美国范伯伦工作室还真的制作了一部笑中国人头发的动画，叫做 Laundry Blues。影片里中国人的头发都像猪尾巴一样，还搭配着奇怪的中国腔。这部动画后来还拍了续集 Chop Suey。华人的发型之所以变成嘲笑的对象，是因为它不符合社会期待的性别规范。在西方，毛发自古就是维系性别二元区分的象征。保罗在圣经里就曾经说过，男人有长发就是不合本性的羞辱，女人有长发却是一种荣耀。长发变成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象征，但同时女生却又不能有胡子或是腿毛，反而是男生必须保留胡子跟腿毛。透过这种毛发的配置，社会建立了一套分类系统来维系性别区分。所以在1968年，美国女性主义者就曾经发起一场运动，把所有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阴性象征都丢到垃圾桶里，像是发夹、假睫毛、假长发。如果没有这一套毛发的性别分类系统，19世纪的中国人跟当今的 Jada 就不会变成笑点。但 Jada 不只是女人，还是个黑人。她所罹患的脱发病常常发生在黑人女性身上，这也是为什么事件爆发后，黑人女性社群普遍支持 Will Smith， 因为黑人女性的头发在美国有很复杂的历史，她们从小就被教育，如果你的头发越像白人女性，你就越能在社会上立足。因此，黑人女性常常把头发烫直，希望符合社会期待的白人审美观。结果长期伤害头发的结果，就是黑人女性更容易罹患脱发病。所以看似简单的生理疾病，背后隐藏的是种族压迫的问题。这种对黑人女性头发的压迫，甚至是被制度认可的。1981年，一名黑人女空服员对美国航空提告，因为公司不允许她绑玉米辫子头，而要求她上班时把头发绑成发髻。这名空服员认为这是对黑人女性的种族歧视，因为玉米辫子头在黑人社群中有长久历史，是他们文化认同的一部分。要求改变发型，几乎等于斩断文化的根。但是美国法院却驳回说，航空公司没有叫你剪掉头发啊，只是说上班时间把头发绑起来，你下班后还是可以回归你想要的发型，所以这项规定并没有侵犯到你们的传统。这个判例让美国对黑人女性发型的歧视变成了制度认可的歧视。至今，美国许多学校都常常发生黑人女学生头发不合发髻的争议。1996年，巴西的一位喜剧演员 Tiririca 甚至做了一首歌《瞧她的头发》，描述黑人女性的发型有多可笑。Veja, ve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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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ja os cabelos dela. Parece bombril de areia panela. Eu já mandei ela se lavar, mas ela teimou e não quis me escutar. Essa nega fede, fede de lascar.
bicha fedorenta, fede mais que gambá。这首被当成笑柄的歌发布后，当然让巴西的黑人女性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并且一状告上法院。结果在2012年，巴西法院判决发行这首歌的索尼音乐要赔偿65万美金。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发现黑人女性的头发已经成了性别跟种族政治的交汇点。黑人女性有头发也不行，没头发也不行。有头发时不能够选择自己文化传统的发型，而被社会要求要像白人女性；没头发时则会被脱口秀演员当成笑柄，反而男人光头可以成为好莱坞巨星。这就是为什么当黑人女性取得一定社会地位时，会刻意不在头发上妥协。像是美国黑人法官 Ketanji Brown Jackson 在美国最高法院听证时，就刻意顶着黑人姐妹锁发型出席。同样的 Jada Pinkett Smith 也大可戴假发出席，来迎合主流审美观，但她却选择呈现自己光头的样子，因为这项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性别与种族的政治行动。但吊诡的是，当今维系性别种族不平等框架的主流媒体就是好莱坞。好莱坞先制造了白人女性理想形象的神话，当有人不符合这个理想形象时，再来制造笑话，等等。但这样的分析不会太政治正确了吗？所以以后都不能开种族性别的玩笑了吗？这就带我们进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到底笑话的本质是什么？还有喜剧效果到底从何而来？让我们从豆豆先生 Rowan Atkinson 的一个经典桥段开始。扮演恶魔的 Rowan Atkinson 正在帮刚到地狱的人分组。Now, murderers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Looters and pillagers over here. Thieves, if you could join them, and lawyers. You're in that lot. The French, are you here? 在这个桥段里，在观众意料之处出现了出乎意料的东西。我以为会出现坏人的地狱里，竟然出现了律师跟法国人，而且这个出乎意料的东西揭露了被文明掩饰的无意识欲望。高社会阶层的无良律师，还有高傲的法国人，都是该下地狱的东西。弗洛伊德就认为，喜剧效果就是源自这种颠覆既有权威所建立的秩序。因为当笑话颠覆秩序时，人的无意识欲望就可以从社会压抑中得到解放，短暂的疏导一下心理能量。So this next piece of material, like most good ideas, is fairly simple. It's just a list of people who ought to be killed. Okay?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听到别人口误时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意识没有预料到，而且还更接近欲望的真相。还有男主角里奥纳多·皮卡丘，就任总统这500多年，在一个扮演老师的点名桥段中 ，Rowan Atkinson 更经典地体现了弗洛伊德的概念。Answer your names. Anus. Arse bandit. Bottom. Clitoris. Where are you, clitoris? 原本在教室的课堂秩序，老师的权威被听起来像性器官的名字给打乱了。如果笑话的本质就是愉悦、挑战某个社会框架来揭露它的运作逻辑，而社会又是由有权威的人跟服从权威的人组成的，那么笑话中得到的爽感就必然是来自取笑他人。所以弗洛伊德发现，几乎不存在完全政治正确的笑话，问题只是这个笑话冒犯的对象是谁，还有冒犯的程度到哪而已。So naturally we're curious as to how your web situation works. Like, does it just come out of your wrists, or does it come out of anywhere else? Only the wrists. 在刚刚举的例子里，被颠覆的对象都是权威，而不是弱势。正是这点让人们认为这类的笑话更高端，因为权威者拥有的权力越大，笑话对他们的冒犯就必须越大。像是古希腊喜剧作家 Aristophanes 就专门嘲笑雅典政治人物，如同古希腊版的全民大闷锅。他的政治不正确言论甚至威胁到雅典的城邦形象，但却被后世的人视为喜剧之父，因为他的段子揭露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相反的，如果笑话冒犯的对象是没有权力的弱势者，
这种笑话就会变成了地狱梗，而地狱梗的接受程度因人而异。正是这点让脱口秀演员一直在挑战社会的限度，因为地狱梗的正当性涉及的其实是讲者跟听者的社会关系。历史学家就惊讶地发现，在二战期间，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其实很喜欢互相开地狱梗。例如，有一位犹太人看到自己的朋友也被纳粹剪光头了，就对他说：“哇，我这辈子还没做过免费理发呢。”当场对朋友哈哈大笑。在这个例子中，幽默变成了犹太人超越绝望的可能性。正是这些一同经历过地狱的人，可以互相开地狱梗。美国文学作家 Wiley Siffer 就认为，喜剧的意义正在于，当我们发觉这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时，喜剧能让我们面对现实中无法克服的缺憾。因为能够嘲笑邪恶和错误，意味着我们已经超越了邪恶和错误。所以脱口秀演员不是不能讲地狱梗，而是要能让经历过地狱的人认出这是一个梗。例如这个知名的梗图就是拿病人开玩笑。医生，我还剩多少时间？10个月9。但如果讲了政治不正确的笑话而伤了人，到底是谁的问题？是喜剧演员太超过，滥用言论自由，还是被笑的人不懂幽默，开不起玩笑？弗洛伊德的答案是两个都不是。要厘清笑话的责任问题，就必须先回答笑话的本体到底在哪里。我们以为笑话事先存在讲者的脑子里，然后再讲给观众听。但弗洛伊德认为，真正的本体论顺序是，当观众对一句话发笑时，这句话才变成一个笑话。I live right here in the city with my mother. 如果笑话没有让观众产生共鸣，那么它根本不构成一个笑话。 It's the police, ma'am. Your son's been hit by a drunk driver. He's dead. Oh, no, you cannot joke about that. Yeah, that's not funny. 所以观众既是笑话实现的阻碍，又同时是笑话实现的可能性。决定笑话存不存在的人，是听笑话的人，而不是讲笑话的人。因为我们不能笑自己的笑话，笑话是要让别人笑的。所以笑话有很特殊的时间结构，原因发生在结果的后面。讲者说话时，笑话还不存在；观众发笑时，它才开始存在。这就导向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政治笑话的责任归属，不只是讲笑话的人跟被笑话的人两人的事，更涉及到让笑话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观众们。对立的双方背后隐藏着更关键的第三方。如果当 Chris Rock 讲光头笑话时，台下鸦雀无声，那出糗的就会是他，因为他的话根本不构成一个笑话。但是当在场的人都笑出来时，听众的笑声就肯认了他讲的是个笑话，而正是在这瞬间 ，Jada 才成了一个笑柄。笑话的本体论因此就转向了笑话的伦理学。当我们决定一起发出笑声，或是不发出笑声时，就是在一同参与或是拒绝创造某个新的笑点到这个世界上。